香港樓價長期以嚟因為供不應求而高企，但係根據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連發展局都話俾你聽，只係計北部都會區，香港喺未來嘅房屋供應有成50萬伙，所以喺供應大增之下，即係意味住市場上嘅買家選擇會更加多。個供求關係由供不應求岌級變咗做供過於求，業主為求賣樓只能夠減價出貨，所以樓價就一定會大跌。但係事實到底係咪咁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其實呢個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已經係2023年施政報告入面嘅內容，似乎我依家去講呢一個話題係有少少嘅過時。但係由於太多嘅觀眾都講供應嘅問題，聽到呢50萬嘅數字就即刻搖頭嘆息。實際上部分業主都好似呢個觀眾咁講，睇到部分嘅網上資訊就嚇到佢哋，覺得未來有排跌。喺未知未來實際情況會點嘅時候，就即刻賣樓等跌。但係作為一個投資者，係需要分析當中嘅供應量到底點樣影響樓價，先可以作出理性嘅決定。所以喺今次呢條片，我就拎翻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同大家研究下北部都會區呢50萬嘅房屋供應到底係點樣煉成嘅。如果你都係一位香港樓市嘅持份者，我都建議你將呢條片睇到最後，了解更加多完整嘅資訊。同時，你而家就可以撳讚，咁日後你就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同時，如果你都想定期接收對你財富有幫助嘅資訊，佢而家就訂閱我哋呢個頻道，等我哋保持聯繫。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首先，我哋睇翻有關北部都會區嘅描述。50萬房屋供應係冇錯嘅，但政府講緊嘅係成個北部都會區規劃嘅房屋單位供應，而唔係私樓嘅供應量。由於我哋講嘅樓價只係講私樓，所以我哋係必須要扣除翻公營單位嘅數量。根據翻房屋局嘅長遠房屋策略2024年週年進度報告嘅內容都話俾我哋聽，政府由2018年起都將個房屋供應比例由6:4比改做7:3比，而且到2035年嗰陣時都係會沿用翻呢一個比例。政府喺2018年嗰陣時咁樣做已經俾人鬧爆，佢咁樣係無疑地大幅減少未來1/4嘅私樓供應。但係而家因為跌市，啲人似乎就唔記得晒啦。入翻去正題，既然未來10年嘅公私營比例已經去到7:3比，淨係呢一點已經將個供應量由所謂嘅50萬伙最少要打個3折先係私樓嘅供應量，咁即係未來都有15萬嘅供應量啦。但係事實遠遠不止於此。而家我哋應該要睇下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入面嘅資料，你會見到住宅單位嘅資料有好多都仲未研究確定，甚至喺呢3個表入面都包含咗一啲公營房屋項目嘅數字喺入面，代表未來私樓供應嘅比例喺呢50萬入面係少過30%。咁為咗更加清晰咁表達北部都會區嘅住宅供應量，我就反轉呢個行動綱領，總結咗呢一個表出嚟。你會知道大概得35萬伙左右係已經確定供應，而當中只有7萬幾伙係私樓，其實仲有成30% 嘅單位都仲未能夠得到確認。未來係唔係真係有50萬供應咁多？真係到時先知。假設最後真係有50萬供應落實，私樓供應都只係不足12萬。同時呢個已經係2023年嘅數字，喺北部都會區當時嘅私樓樓花項目。包括洪水橋嘅匯都、天水圍嘅 YOHO West、元朗嘅 The YOHO Hub、朗天豐等嘅供應量已經俾市場消化緊，所以喺計算未來供應嘅時候，要將呢啲已賣嘅樓花減去咗，咁個供應量就會進一步減低。咁我喺度唔再慢慢研究有幾多個單位已經賣出咗，但至少都要減翻幾千伙，咁大概就係11萬幾千嘅供應。可能你認為11萬幾千嘅供應都仲係好多，但係呢個供應量講緊唔係1年或者3-4年嘅規劃，根據資料顯示係20年。你冇聽錯，係20年。你將呢個供應量再除翻20年做每年嘅供應量嘅話，其實1年先唔夠6000伙，相對翻之前一手樓嘅需求量嚟講，真係唔多。
咁點解香港政府仲用啲咁強硬嘅態度去講供應問題？其實我哋嘅現任特首李家超先生喺上任嘅時候已經講到明要解決香港嘅房屋問題，同時多次提及到處理劏房問題。我當時喺買樓之前，為咗儲首期都做過外賣仔。我經常去葵涌荃灣嘅工廠大廈唐樓入面，的確係有好多嘅劏房戶。我都親身見證過呢啲人本身係需要更加好嘅居住環境，所以政府嘅目標係令更加多人有適合嘅居住環境，同埋趕啲應該要換樓嘅人重新返到換樓鏈之上。所以你睇返房屋局嘅長遠房屋策略入面，都有更加明確嘅方向。喺入面，除咗啱啱我所講嘅更改公營房屋比例之外，政府嘅目標仲有係趕走公屋富戶同濫用戶，同時增加公屋同資助出售單位嘅供應。所以而家政府嘅目標係俾啲例如係劏房戶呢啲居住環境比較差嘅人可以更加快咁上到公屋。下一步就係等更加多年輕人可以買到樓，就加插咗大量嘅資售房屋，用嚟做佢哋換上私樓嘅跳板。喺度我唔評論政府一系列嘅措施喺未來嘅成效會如何。我哋要做嘅只係分析政府只係想重啟公屋旋轉門，同時加插翻居屋同房協樓去激活翻個換樓鏈，重建香港人嘅置業階梯，而唔係推倒樓價。你都可以思考下，政府收翻成5000伙公屋翻嚟，會唔會呢5000伙嘅人全部都係大陸人，仲要喺大陸有幾層樓收租？佢哋交翻間公屋之後就打算翻大陸住過世，或者呢啲單位本身就係俾空置，戶主本身又喺出面住緊。我相信呢啲嘅機率唔會好大，所以呢啲人離開咗公屋之後，假設佢喺香港有工作或者已經習慣咗喺香港生活嘅話，唔通佢哋真係唔使住咩？咁佢哋最後個下場唔係買就係租，即係佢哋係會回流翻私人住宅市場。咁又有冇人考慮過呢？可能你都諗未來咁多公屋嘅話，啲人住公屋咪得咯，仲需唔需要去買樓啊？其實喺早10年都一直有新公屋落成，例如係安達、安泰、水泉澳、皇后山邨等，不能一一咁細數，個樓價都係一直咁升，又點解釋呢？其實公屋甚至去到居屋，佢哋嘅目標人口同私樓係完全唔同。政府搞咁多嘢就係想建造翻個置業階梯，等有心嘅人可以往上流。政府係從來都冇講過要推倒樓價，而家只係喺樓價下跌嘅週期入面，有人為咗流量而別有用心咁去放大政府所講嘅數字，同時增加私樓業主嘅恐慌情緒。因為永遠講樓價跌就一定支持嘅人多過反對嘅人，因為社會上嘅無資產者一定多過有資產者。只要樓價跌，佢哋無需要做任何嘅情況下都係做對咗事情。講樓價繼續跌就滿足到佢哋嘅心理需要。喺實際上，佢哋再講多睇淡嘅因素都好，其實對佢哋觀眾嘅財富係冇任何嘅幫助，因為佢哋從來只會同你講有排跌，唔會為觀眾作出任何喺財富角度上嘅建議。而我都製作過唔少相關嘅分析同埋計算嘅影片，你都可以喺下方描述欄嘅連結入面了解更多。咁嚟到實際上嘅操作，喺我之前都講過，而家要買啲300萬至400萬嘅上車盤根本唔難。做90%按揭嘅話，只係儲35萬至45萬已經可以上車。其實到底有幾難儲，都可以睇翻我之前影片嘅呢張截圖去考慮一下。而家跌咗27%，即使再俾你跌多一半都好，上車客要俾嘅錢都係10幾20萬去做首期。但係對一個有高儲蓄比率嘅人，唔需要跌一半已經好快上到車。我都見我嘅頻道入面有唔少有心往上流嘅人，係不斷咁等待緊機會置業再往上流。反觀一啲人要做月光族、精緻窮嘅人，樓市跌到幾多都好，佢都唔會買到，因為佢哋只覺得樓價高係佢哋買唔到嘅原因。所以社會上一定有一批人喺度盲目咁睇跌。如果你係懷住空杯心態同埋決心往上流嘅你，係唔需要理會佢哋嘅意見嘅。最後我都講多次，有財務同現金流概念嘅人，因為供平過租嘅關係，佢哋買入咗之後已經係揾個租客幫佢哋供樓，
即使你係自住都仲好過出去租樓。同時未來通脹加上減息週期嘅來臨，只會令呢啲人嘅財富進一步滾大。喺未來而言，要驚嘅業主都只係劣質劏房嘅業主，因為呢個先係政府未來首要嘅針對目標。同時你都要知道北部都會區都講明係北部，即係遠離現有嘅市區，面積有成1/3個香港咁大。雖然喺未來政府都想喺北部都會區搞商業發展區，製造就業機會，但係暫時而言，未有企業進駐同埋基建落實之前，我都只會當呢啲係遠離市區嘅純住宅供應，所以我對呢啲嘅新發展區嘅興趣就真係不大啦。同時愛方面嘅香港人好多都係對呢啲新發展區其實係麻麻地嘅。喺呢一層又一層嘅間隔之下，你係市區或者擴展市區私樓業主嘅話，你又要如何去看待呢50萬嘅供應呢？即使你係北部都會區現有嘅住宅業主都好，你要了解翻呢一個住宅量係一個20年嘅目標。而家講到經濟再差，天就嚟跌落嚟咁樣，個樓價只係翻返去8年半前嘅水平。因為呢個世界有通脹，你會覺得20年後睇翻今日嘅樓價又會有咩睇法呢？我喺呢度俾翻20年前嘅 CCL， 同埋講到天要跌落嚟嘅今日你睇到嘅 CCL， 或者對你會有多少少嘅啟示。作為樓市持份者嘅你，係唔一定要相信我講嘅嘢，但係我都建議你可以去睇一睇政府嘅文件，再做定奪。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即使加埋啲同住宅毫無關係嘅內容，只係得60頁。房屋局嘅長遠房屋策略2024年週年進度報告更加只係得13頁。相對於買樓只係用上車盤計，個差價閒閒地都幾十萬。所以作出買賣決定之前，你都可以細心睇下網上所講嘅供應喺實際上嘅影響有幾大。而上述兩個文件嘅連結，我就擺埋喺下方嘅描述欄，有興趣嘅你都可以自己睇翻詳細嘅內容。所以根據我喺屋宇署資料月報近3年嘅動工量數據整嘅地圖入面，你都會見到未來大量供應喺古洞、粉嶺、洪水橋等等呢啲北部都會區嘅範圍。但係由於時間所限，呢啲地區嘅內容只能夠留待下次再講。至於有網民講市區嘅土瓜灣嘅供應問題，其實市區嘅土地發展接近飽和，唔係政府有邊度要同你講發展北部都會區呢？發展商咁辛苦用咁多錢、咁多時間收啲市區珍貴地區嘅舊樓翻嚟重建，你覺得佢會唔會喺呢個市況下仲快啲起好層樓再賤賣埋俾你呢？所以暫時喺屋宇署嘅資料月報入面仲未見到土瓜灣重建嘅動工通知，你又覺得會唔會突然間有大量嘅單位喺嗰度開賣呢？而且土瓜灣嗰啲係叫做重建，本身清拆咗嘅單位都令市場嘅供應減少咗，係咪我哋同時都要作出考慮呢？以上就係我今日全部嘅內容，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呢條片係花咗大量嘅時間去分析同埋研究得出嘅結果，而唔係拎個供應總數去呃流量嘅影片。所以你喺走之前記得喺下面俾埋個 like 我。同時我都希望你可以分享呢條片俾更加多香港樓市嘅持份者睇，而唔係盲目地相信未來有海量供應，引致樓價有排跌而做出一啲唔理智嘅決定。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加多有關香港未來住宅發展嘅資訊，都可以睇埋左手邊嗰2條影片。最後，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星期再見面啦，拜拜。